我一个小绵羊，却被男友骗到野兽训练营。贪婪的豺狼，凶猛的海雕，阴毒的黑血，本以为自己将成为他们口中的羊肉串，却被西伯利亚狼高调护在怀中。你这棵嫩草我吃定了，跟了我，钱随便花，仇随便报，但有一点必须爱上我。当我被男友骗上皮卡车，却没有发现这批新生里面并没有顾眼花，顿时觉得自己的真心喂了狗。车内众人看着最后一排那个不断抽搐的人，只觉得脑仁疼，但是叶深却不管不顾，依旧保持着埋头的姿势，默默流眼泪。哼，这些只懂争斗、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食肉类半兽人，又怎能理解爱情中的苦楚？带队的导员实在看不下去，站起身，从口袋里摸出纸巾递给身侧的人，传过去。学员接过，一个挨一个的将那包小小的手帕纸传递到了叶深面前。喂，导员给你的，快拿着，谢谢。叶深将一张哭到面如桃花的小脸从掌心里抬起，前面递纸的学员顿时一愣，好奇的开口询问：“你这细皮嫩肉的，该不会是小狐狸吧？”不是。叶深摇了摇头，捏住纸巾擦干脸上的泪。由于动作大了一些，擦的那细嫩的肌肤变成了绯红色，就像一颗白里透红的水蜜桃，看得周围众学员纷纷在心里感慨：好漂亮的小半兽人。好了，大家坐好了，再有5分钟就到训练营了，一会儿顾大校会出来讲话，你们都打起精神来。那个谁，你别哭了呀，别给咱们新学员丢脸。被突然当众点了名，即便是叶深心里再难受也不敢哭了，他还是知道丢脸2字怎么写。叶深抿着唇，顶着2颗红肿的双眼看向车窗外，一直到视线里出现了哨兵亭，他知道自己的人生从此步入了一个无法回头的新阶段。乾隆训练营隶属于特别行政科，简称特行科，承载着为特行科输送新鲜血液的重大使命。每一位学员都必须在此接受长达2年的严格磨砺，成绩优异者会直接进入特行科各个部门工作，继续服务半兽人，报效祖国。换言之，这就是一座熔铸铁血男儿的熔炉，军事精英的摇篮，食肉类半兽人的竞技场。对于温顺如叶深这般的小绵羊来说，本不应成为他的归宿。可是现在他不仅来了，还要和这群野兽们待够足足2年的时间。皮卡车到站，导员迅速组织全体学员有序下车。叶深无暇顾及眼部不适，随着人流匆匆走下，眼前的景象陡然开阔起来，是一片辽阔的操场。操场正中央是一面鲜艳的国旗，左边环绕着军旗，右边耸立着半兽人旗帜，3面旗帜随风猎猎作响，弥漫出一股肃穆而威严的气息。面对这3面旗帜，每一个新来的学员都不由自主地压低嗓音，放缓步伐，心中油然升起敬畏之情。导员一手拿着花名册，一手拿着大喇叭，很快便将这203颗散沙组织整齐站在3面旗帜下方。最后导员的手指定格在队伍中一张白嫩的脸蛋上。你们这一届学员可真是别具一格呀，我接过那么多届学员，他们有开心的，有不满的，有不服的，但就是没有哭的，唯独你们这届不仅哭了，还哭出2个桃来。看来你们这批学员的质量不太行啊。导员的话语刚落，众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队尾仍在偷偷抹泪的叶深身上。当200多双眼睛全部看过来的瞬间，就像一根根锋利的针刺在脸上，即便是心理素质强悍的食肉类也无法承受，更何况一只食草类小绵羊。空气似乎凝成了一块巨大的寒冰，压迫感逐渐笼罩整个操场。在这样压抑的气氛中，叶深哭红的脸一寸寸变白。他真想大声喊出来，自己根本不愿意进这个狗屁训练营，根本不愿意同他们这群臭烘烘的食肉类相处。他不稀罕不喜欢，他也根本不是什么娘娘腔，他是羊，是羊，是羊。突然一阵轻咳声打断了操场上凝重的气氛。导员闻声转头，看到一位身材魁梧健硕的男子出现，立即激动地挺胸收腹，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并以洪亮的声音表达着内心的敬意。顾大校，一声顾大校宛若石子投湖，瞬间在新学员中掀起轩然大波。眼前这个身姿挺拔，宛若一杆标枪的男人，正是连年打破阿尔卡特拉斯训练营各项军事纪录的男人，并且至今还是最快山地穿越、最长野外生存时间纪录保持者，迄今无人超越。他就像一头身居金字塔顶端的孤狼，仅仅是往旗帜下一站，便让人在场的每一个人感受到了来自上位者的威压。男人狭长的黑眸中透着一抹冷冽的寒光，藏匿于银色眼镜之下的双眸映衬着他那张轮廓分明、凌厉逼人的脸庞，熠熠生辉，惊心动魄。修长的手指紧紧地握着，指节微微泛白，2条大长腿隐没在长筒军靴中，带来一股境遇清冷疏离之感，就如不可亵渎的战神。顾廷峰对着导员礼貌地微微颔首，轻声开口询问：“都到齐了？今年没有临阵脱逃的学员吗？”没有。顾廷峰的目光最终在叶深的脸上稍作停留，眼中多了一丝别样的审视。这不就是被自家那个狡猾侄子诓来的小绵羊吗？真有意思啊！顾廷峰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顾廷峰手指缓缓抬起，精准无误地穿透人群，定格在叶深脸上。导员立刻顺着男人手指的方向看去，众位学员同样纷纷扭头看了过来。最后一排的叶深顿时全身一僵，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根本不知道自己哪里又做错了。他紧张兮兮地盯着顾廷峰，那双因焦虑而红肿的眼睛不安地转动，紧咬的唇瓣微微发颤，仿佛随时都会晕厥过去。而顾廷峰则是在叶深慌张的眼神中一步一步由上至下缓缓走来，一直走到小绵羊眼前。跑！顾廷峰突然出声，
沙哑而性感的声音带着一丝冷漠的决绝。啊，听不懂人话是吗？顾廷峰旋即扬起脚，一脚踹在叶申屁股上，当场便将小绵羊踹了个狗吃屎。现场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哄笑声。顾廷峰一个眼刀丢了过来，操场上顿时鸦雀无声，只剩男人雄浑高亢的警告声。我看谁再敢笑，就陪他一起跑。众人一听，纷纷闭上了嘴巴，一动都不敢动。顾廷峰满意的收回警告的眼神，重新盯住摔倒在自己脚边的小绵羊，毫不怜香惜玉的揪住叶申后颈的衣领，轻轻松松的便将人拎起来扔在了跑道上。跑累了就没劲哭了，再哭就再跑，直到你那2只大眼睛里的水都给我变成汗。叶申何曾受过这等屈辱？虽然他是一只小绵羊，但也是家里的独生子，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纵然他曾卑微的追求了顾衍华整整1年光阴，但顾衍华也将他当宝贝一样的宠着，从没有对自己红过脸，哪像现在这样被人当垃圾一样丢在地下呀。叶申越想越气，越想越委屈，盯着顾廷峰那挺拔如山的背影，在心中无声的痛骂，甚至连对方祖宗8代都未能幸免。可是该跑的还是要跑，他深知忤逆上级领导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而这个代价他根本承受不起。叶申撑起身子，捂着摔疼的屁股，在一众学员的注视下围着广场开始慢悠悠的跑步。顾廷峰则是疑惑地看着塑胶跑道上步履蹒跚的小绵羊，不明白自家那个一贯崇尚强者精神的侄子怎么会和这样软弱的人交往。他皱着眉摇了摇头，拿过导员手中的扩音器，面向203名新学员开始训话。新学员动员大会一直开了3个小时，这3个小时里，叶申一直在不停地跑，走，跑，走，跑，再走，到最后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干些啥。小绵羊愤怒地踢开跑道上的一枚石子，小石子蹦蹦哒哒地跳远，停在一双军靴旁。叶申目不斜视地从军靴面前晃过，嘴里骂骂咧咧地诅咒顾廷峰吃饭咬到舌头，拉屎没有茅坑，喝水呛到鼻子。顾廷峰听见了，心里一乐，在叶申同自己擦肩而过的瞬间，猛然伸出手，又一次揪住了小家伙的后衣领。叶申被突如其来的力量扯了个趔趄，差点摔倒，当场怒骂道：“谁啊？”却在看到顾廷峰那张不怒自威的脸后，立马蔫了下来，大笑。顾廷峰嗯了一声，没有松手，继续保持着低溜的姿势，直接将叶申提在手里往前走。可怜小绵羊连挣扎都不敢挣扎，硬是踮着脚尖一路小跑，被迫来到了男人办公室。你就是顾衍华的男朋友？顾廷峰背对着叶申，在饮水机前接了一杯热水递了过来。叶申蓦然听到男朋友的名字，双眼瞬间亮了。是，我是他小叔。顾廷峰摘掉了脸上的眼镜，露出那双锋芒毕露的鹰眼。叶申这才注意到眼前的男人眉眼同顾衍华极其相似，但又略有不同。顾衍华的眼睛里挂着属于富家公子的花花心思，而这个男人眼里除了严酷的冷意，便是铁血般的纪律。只是稍微对视了这么一下，便令叶申从头凉到了脚。顾衍华，拜托我照顾你。男人一句话让叶申的大脑瞬间宕机。顾衍华居然拜托别人来照顾自己，他不是已经设局让自己来到此处后便销声匿迹了吗？他不是要分手吗？怎么还会托别人来照顾自己？叶申根本不信，大笑：“您别骗我了，要不是他，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没骗你，他本应与你一同前来，但家中突发一些状况，故未能及时赶到。不过他保证会参与明年的新生训练。”真的？他明年真的会来？叶申一听这话，眼里的疑云一扫而空，激动到腿也不疼了，眼也不肿了，像是中了6合彩，整个人由内而外焕发出一层兴奋的光芒，甚至连那双红成兔子一样的大眼睛也亮晶晶的，像2块黑宝石般闪烁着璀璨的光芒。这份纯真直率令顾廷峰实在无法继续编织谎言。男人微微垂下眼帘，避开叶申那充满期待的炽热目光，淡淡嗯一声。叶申立马兴奋地对着顾廷峰来了个90度鞠躬，甚至亲了的改口道：“谢谢小叔。”行了，既然误会已经解开了，你就安心待在这里好好训练。现在先委屈你单独住一间，毕竟你是食草类半兽人，不能和那些危险的食肉类待在一起，否则一旦你情期意外到来，他们可是会将你啃得渣都不剩。谢谢小叔。叶申又是一个感激的深鞠躬，都快把脑袋弯到膝盖上了。这是他第一次撒谎骗一个比自己小10岁的孩子，简直是造孽。男人摆了摆手指，示意叶申可以回去了。小绵羊立刻蹦蹦跳跳地离开了办公室，背影看上去格外欢快。顾廷峰望着傻乎乎的叶申，又想起自家外甥那张贼兮兮的脸，便气不打一处来。顾衍华那个小王八蛋怎么能下得了这个狠心？想到侄子顾衍华，顾廷峰就气到胃疼。他从抽屉里取出药片，囫囵吞下2颗，配着热茶服下，随后抓起桌子上的电话打给导员：“来我办公室一趟。”3分钟后，导员出现在顾廷峰办公室。顾廷峰重新戴上眼镜，无比严肃认真道：“这批新学员里有个叫叶申的，他比较特殊，你平日里多照顾啊？为什么呀？哪有那么多为什么？让你多照顾就多照顾。行了，回去吧。”导员疑惑地退出了办公室，正要关门时，突然听顾廷峰硬朗的声音再次响起：“给他单独安排一间宿舍，这样关照起来也方便。”导员更不理解了，望着男人英俊沉默的脸以及不耐烦蹙起的眉头，突然灵光一现，原来此照顾非彼照顾啊！与此同时，新学员们已经被带往宿舍，并且按照学号4的一间全部分配完毕，刚好余下叶申一人。小绵羊拎着行李箱，孤身一人站在阳光明媚的走廊，同周围吵闹的欢笑声格格不入，像是突然闯入他人领地的不速之客。导员看着窗边瘦瘦小小的身影，玩味地摇了摇头，
心想这就是上天注定啊，小家伙，你可要倒大霉了。导员招了招手，大校让我给你分配一间单独宿舍，我现在带你过去。谢谢大校，谢谢导员。叶深感激地弯腰鞠躬。顾衍华果然没有骗他，的确让小叔来关照他了。只要衍华没有抛弃他，只要衍华1年后会来这里，那他坚持一下又有什么关系呢？叶深开开心心地提着行李箱进了宿舍，扑面而来一股腐灰的味道，差点没把他给熏晕过去。叶深捂着鼻子嫌弃地望着眼前堆满杂物的房间，疑惑地看向导员。因为是临时安排的单人宿舍，所以训练营这根本没有准备，你就只能自己收拾了。导员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在想才怪，单人宿舍就不在这栋楼，谁让大校让我多多关照你呢？要怪就怪自己为什么得罪了大校吧。好了，给你2个小时的时间收拾，现在把行李箱打开，我要查一查有没有违禁品。叶深立马将行李箱打开，规规矩矩地摆放在导员面前。导员看着箱子里五花八门的东西乐了，尤其是在看到一套白色绵羊睡衣后，忍不住地在心里嘲笑，谁会穿这么幼稚的东西啊？零食不许带，还有手机和一切电子类产品都不许带。宿舍门口有公用电话，每人每个星期有半小时的免费通话时长。赶紧收拾房间吧，2个小时后来宿舍前面的空地，我要给你们剪头发啊！还要剪头发呀？叶深瞬间捂住了自己脑袋顶上新潮的羊毛卷。导员，能不能不剪啊？叶深急得快要哭出来，2只通红的双眼里再次充满了水雾气。导员最讨厌动不动就哭鼻子的学员，结果叶深还当着他的面哭，他当下毫不客气地啐骂道：哭，你他妈的是娘们呢？信不信我第一个剪你？软绵小羊为了爱情勇闯天涯，却不想天涯只有豺狼虎豹没有情人。原本以为自己被昔日的情人抛弃羊入虎口，却被告知让他先苟着，1年以后就能双宿双飞。深受爱情的毒的小羊决定去尝尝爱情的苦，却不想爱情的苦来得如此快。第一件事就是剪掉他花了1000块烫的羊毛卷。叶深愣着干什么？快点，后面还有200来号人呢，你想让大家都等着你一个吗？耽误了时间，我看你能不能负起这个责任。导员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中的剪刀，叶深便耷拉着个脑袋认命地坐在了椅子上。随着咔嚓咔嚓清脆的摩擦声响起，叶深又红了眼睛，2只小手捏在裤脚边攥到骨节发白，甚至连肩膀都在微微颤抖。这群不懂欣赏的食肉类野蛮人只会笑他丑，笑他傻，笑他呆。要不是为了顾衍华1年后会来，他早就奋起反抗了。兔子急了还知道咬人呢。咔嚓，随着最后一剪刀落下，导员满意的抖落叶深身上的毛巾。行了，下一位。叶深寻径无果，只好扁着嘴站到了一边去。但意外的是，预料中的嘲笑声却没有响起。他疑惑地用眼角的余光向旁边的队伍瞥去，却蓦然对上了一道道炽热而惊艳的目光。你们这么看着我干嘛？叶深警惕地往旁边挪了挪。好家伙，这眼神是把他当成羊肉串了吗？作为一只食草类，他天生惧怕食肉类，更何况是这么多食肉类一起盯着自己。叶深真的怕这群野兽一言不合就扑上来将他撕成碎片，可他忘记了自己并没有暴露身份，这群食肉类也并不知道他是一只食草的小绵羊。此刻在所有食肉类半兽人眼里，这个五官清秀、红唇齿白、粉面桃花、战战兢兢努力缩小自己存在感的食肉类半兽人简直是太漂亮，尤其是在被剪了一头鸡窝后，清秀的五官显得更加立体，水汪汪的大眼睛不安地转动，一看就很好欺负的样子啊！你长得好乖巧，真身是什么？小狐狸吗？有距离叶深比较近的学员忍不住开口询问。是的，那怪不得呢。都说狐狸半兽人外貌出众，万里挑一，是珍稀血脉中的珍稀血脉。我一直不信，今儿总算是相信了。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张涛，真身是柴，和你一样属于犬科动物，咱俩从基因上来讲还算亲戚呢。亲戚个屁！你们柴专吃我们羊，我才不和你亲戚呢。叶深又不着痕迹地往旁边挪了一小步，可是张涛却没有察觉到对方的小动作，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叶深绯红的眼尾上。你别哭了，男人勇敢点，不就是剪个头发吗？这寸头可比你以前的羊毛卷好看多了。对了，你有100%契合者吗？不是，我还没匹配到100%契合者。张涛表示理解，还伸手拍了拍叶深的肩膀。叶深赶忙侧过身子，躲开对方的咸猪手，心想：你们这群食肉类懂个啥？100%契合者不就是在床上的时候比较舒服吗？肉体上的欢愉无非一时之快，唯有精神上的欢愉才能永垂不朽。叶深瞥了一眼边上的张涛，抬手擦了擦眼睛，揉得眼角愈发红润，像是狠狠哭了一场的样子。这一幕刚好被导员瞧见，导员不爽地啧了一声，举起大剪刀对着叶深还有张涛的方向底气十足地吼道：你俩说够没？这么喜欢说上来说呀！叶深、张涛出列。叶深和张涛被导员提溜到了队伍一旁，刚好沐浴在炽热的骄阳下，灿烂的阳光投射在叶深脸上，愈发照的那一身细腻的肌肤光滑可见，看得众食肉类半兽人小腹一紧，就连严格的导员也不禁在心里暗暗感慨：确实漂亮，但可惜这里是训练营，美貌在这里毫无用处，甚至会成为累赘。导员特意给叶深指了一个可以全身都被阳光照到的位置，他好奇被晒几个小时后这娘腔会不会变成一块黑煤炭。实在是叶深这身冷白皮太刺眼了，根本不像是来刻苦训练的，倒像是来扰乱军心的。作为这批新生的导员，他绝对不准许有人在自己眼皮底下偷偷谈恋爱。二人大气都不敢喘一声，硬是笔直的站了将近3个小时。叶深实在是撑不住了，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下。导员慢悠悠的来到快要虚脱的叶深面前，他蹲下身，伸手掐住对方的下巴，强迫叶深抬头看着自己。当他看到对方那身漂亮的冷白皮被炽热的阳光烤成了绯红色后，满意的点了点头。行了，去医务室开点药吧，以防中暑。谢谢导员。叶深有气无力的撑起已经无法打弯的双腿，一瘸一拐的向医务室走去。路上碰见了上一届下训的学员，所有人都用好奇的眼神打量着脸被烤得通红的叶深，并且交头接耳，无一例外都在讨论叶深的容貌。这也并不怪叶深，谁让他父亲是白
虎，母亲是羊呢，二者相结合便生下了他这么一只漂漂亮亮的小绵羊。不是他吹嘘，就他这长相，在人才济济的半兽人学校里可是排行第3，否则怎么能追到顾衍华那个金贵的公子哥呢？顾廷峰刚好路过时便看见了这一幕，知道叶申肯定是被罚了。他对身后的警卫员道：“给他送瓶红花油。”警卫员诧异自家一向不爱管闲事的大校怎么突然对一名新学员这么上心，他不敢多问，赶忙去给叶申送红花油。警卫员将红花油塞进了叶申手里，眼神好奇地打量着面前手无缚鸡之力的人，视线停留在对方纤细修长的指骨还有盈盈一握的小蛮腰上，一点力量都没有。叶申捏着那瓶红花油，突然鼻子一酸，想到自己在举目无亲，连个依靠都没有，成天不是挨罚就是挨罚，便委屈的又掉了眼泪。但叶申这次学聪明了，他没有呜咽出声。当医生问起来时，他就说自己鼻炎犯了，所以才哭鼻子的，生怕有人去导员那里打小报告。不得不说这一招特别管用，连医生都被骗过去了。医生给他开了一包过敏药，又开了点降暑药，便让他回去了。叶申捏着2包药和一瓶红花油，瘸着腿慢吞吞的走在路上。喂，叶申！叶申站住脚，回过头去，便看见一名新学员在不远处冲他招手道：“导员让我赶紧叫你回去，要发作训服了，快来操场啊！”叶申迅速回到自己那间打扫了一半的宿舍，将所有药都放下后，又瘸着腿折返回操场。此刻操场已经黑压压站了一大片人。叶申打了个报告后迅速归队。主席台上的顾廷峰望着小绵羊依旧红彤彤的脸，还有行动不便的双腿，在心里一个劲儿的骂自己那便宜侄子，并且为叶申感到不值。偏偏他作为顾家的人又不能不管，老爷子一心护着孙子，他若是不配合，就会和他断绝父子关系。发完作训服后，所有新学员均兴高采烈地回到宿舍，将衣服往身上顶挂，互相诉说着自己伟大的理想。唯独叶申一人拿着盆继续打扫卫生，并且将作训服扔在地下。导员过来挨个宿舍宣布明天训练内容时，叶申连最起码的招呼都没打，只是安静地听着，直到导员离开，学员们立刻凑在一起热闹地讨论起来。叶申被吵得头疼，端着盆去水房打水，准备将脏兮兮的宿舍收拾得一尘不染。叶申，出来和大家认识一下吧。张涛不等叶申拒绝，便强势地拉着人来到了一间宿舍。宿舍里至少围了20几名新学员，都是食肉类半兽人，聚在一起时身上强烈的荷尔蒙气息差点把叶申熏晕过去。小绵羊紧张地捂住口鼻，生怕被这气息所影响把情气勾出来，这要是突然发情，岂不是会死无葬身之地？而其余众人在看到叶申后，本来兴高采烈的表情突然一个个变得诡异起来，甚至有人不爽地从鼻腔里发出冷哼声：“哟，我没走错房间吧？咱们乾隆训练营里竟然就有一个娘娘腔！嗨，我要是这人早就找个地缝钻着不出来了，还出来干嘛？丢人现眼吗？就是连3个小时的军姿都站不下来，干脆回家睡大觉得了，反正最后也要被淘汰。现在走还来得及，到时候各个班级大比50，给咱们班拖了后腿，看我不打死他！喂，你们怎么说话呢？大家都是同一批的新学员，能不能互相照顾点啊？”张涛听不下去了，愤愤不平地为叶申叫屈：“张涛，你逞什么英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家把你送进来花了多少钱？你维护这个废物对得起你爹妈花的那份钱吗？你该不会是看上他了吧？”“胡说，我没有！再敢说一句，信不信我揍你啊？”张涛捏起了拳头，跃跃欲试的想要打过去。那人同样不甘示弱的挺起胸脯，继续刺激张涛。叶申一看这架势，赶忙挡在两人中间，一会儿拉拉张涛，一会儿推推另外一人。可是2名食肉类半兽人谁都不服谁，越吵声音越大，越吵动作越大。张涛终于忍不住了，一拳狠狠打了出去。小心！叶申敏捷的挺身挡了上去。一声痛呼过后，叶申捂着鼻子弯下了腰，鲜血透过指缝缓缓滴落。屋内众人这才一个个慌了神，但是叶申却格外淡定，他只是推开了张涛伸出来想要扶自己的手，挺直腰板，默不作声的捂着鼻子离开了宿舍。张涛心里过意不去，赶忙追了出去：“叶申，你等等我，我陪你去医务室。”“不需要。”叶申冷冷的瞧了眼张涛，眼底的冷漠快要凝成实质。张涛被这样的眼神吓到了，停住脚步，讷讷的立在原地，不敢再多走一步。叶申捂着流血不止的鼻子敲了敲医务室大门，医生拿过毛巾围在叶申胸前，用手电往对方流血不止的鼻孔里照了照，然后还捏了捏鼻梁骨，鼻骨没有事儿，估计是里面的黏膜被打裂了。你把这个穴位按住，它可以起到很好的止血效果。叶申听话的掐住右手虎口位置的穴位，望着医生忙前忙后的为自己准备清洗鼻腔的东西，突然开口道：“辛苦您了，医生。”医生将一大袋生理盐水准备好后，扶叶申来到了洗手池，一边为对方清理鼻腔，一边套话：“是和谁吵架了吗？动手了，可不敢动手啊，在这里动手是会被处罚的。不喜欢这里？不喜欢，正常，因为他们是食肉类半兽人了，而你只是一只小食草类半兽人。”叶申惊讶出声，头一歪，生理盐水便呲了满身。医生赶忙将他的头按下去：“你别忘了，我可是医生。”冲洗完鼻腔后，医生将叶申重新按在了椅子上，继续拿手电去照他的鼻腔，一边检查一边好言相劝：“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出现在了这里，我只想告诉你，没有一只食草类能在乾隆里坚持下来。不要浪费时间了，早早离开吧，这里真不是你待的地方。”“不，我不走。”叶申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医生的好意，眸底深处闪动着伟大的爱情之光。“为了爱情，您又知道了？你的表情出卖了你。我现在开始好奇你男朋友是什么样的人了。他可优秀了，他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代表，不仅长得帅，学习还特别好，谈吐优雅，为人和善，所有人都喜欢他。”一提到顾衍华，叶申变成了话篓子，滔滔不绝地向外人介绍着自己的男朋友。“这么优秀啊，怪不得呢，真好啊，我祝福你俩，谢谢你医生。”叶申感恩戴德地捏着药膏离去了。而待小绵羊前脚一走，顾廷峰就从另外一间屋子掀开门帘走了出来。医生满脸疑惑地问：“我有个问题，您侄子顾衍华有他说的那么优秀吗？怎么在我印象里那就是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呢？还是说此
顾衍华非比顾衍华，顾廷峰也想知道叶深口中的顾衍华到底是不是自己那不学无术的侄子。顾廷峰一想到自家那个便宜侄子头就疼，他摆了摆手，行了，以后他要是再来医务室，你尽量找理由多留他在这里休息一会儿。顾廷峰转身离去，留在原地的医生不满地嘀咕道：真当我这里是避难所了呀？自己不想开会的时候就躲我这里，现在还要我照顾侄子的前男友，狗男人。男孩本是爱情的舔狗，却被无情的爱人骗进野兽训练营。较弱柔美的男孩本该激起战友们的保护欲，却不想保护一点没受到，还被导员战友们特别关照。就在他1天3次进医务室，被医生劝慰小杨不适合这里，抓紧离开的时候，男孩再次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一心只想在这等情人归来双宿双飞。凌晨4点，当整个世界还处在黑暗中时，乾隆训练营的起床号角声已被拉响，急促的蜂鸣声吵醒了每一位学员，预示着为期2年的训练正式拉开帷幕。导员一边掐着秒表一边数人头，班长则在一旁认真记录着每位新学员的衣着情况。见到有仪容仪表不合格的，通通在名字后面画下一道杠，一旦这些杠攒够10道，便会被遣返至特刑科，一辈子不予录用。所以几乎没有人敢犯错，但唯独叶深一人敢在雷宿里蹦跶。小绵羊实在是太累了，睡得又沉，再加上一个人一间宿舍也没有同伴提醒，便没按时醒来。当导员将名字都点完后，才发现少了叶深。叶深还在床上蒙头睡大觉，被子都被掀掉了也没有醒来。班长望着深度睡眠的叶深，无语地摇了摇头，圈起双手支棱在叶深的耳朵旁拖长声音大声吼道：叶深同学。叶深艰难地睁开双眼，迷迷糊糊地挥了下手，随后卷起被子继续睡了过去，还用脚踹了班长一下。班长无奈地摇了摇头，心想你完了，然后离开宿舍去找导员汇报情况。导员一听班长居然没有叫醒叶深，当场便被气乐了。他顺手接了一盆冷水，来到熟睡的叶深床前，对着那个蜷缩在被子里人兜头泼下。叶深艰难地睁开双眼，迷迷糊糊地挥了下手，随后卷起被子继续睡了过去，还用脚踹了班长一下。班长无奈地摇了摇头，心想你完了，然后离开宿舍去找导员汇报情况。导员一听班长居然没有叫醒叶深，当场便被气乐了。他顺手接了一盆冷水，来到熟睡的叶深床前，对着那个蜷缩在被子里人兜头泼下。冰凉的水瞬间浇醒了瞌睡虫，叶深尖叫一声从床上跳了起来，白色羊毛睡衣湿哒哒地贴在身上，像只落水的鸡。导员顺手扔了手中的塑料盆，冷冷地望着一脸懵逼的叶深道：集合。叶深这才反应过来，他赶忙脱掉身上湿漉漉的睡衣，换上作训服，磨磨蹭蹭了10几分钟才准备好。他飞快走出宿舍，门外等待的班长李明波一见到叶深被皮带卡出线条的腰身，立马发出了感慨声：嘿，我还是第一次见有人能把这普普通通的作训服穿出时装周的感觉。班长李明波看着叶深，手指突然勾住对方的下巴，强迫对方抬起了脑袋。突然被这么暧昧的动作吓了一跳，小绵羊一时忘记了反抗，任由一只陌生的食肉类贴近自己。李明波趁机捻了捻指腹，感受着叶深丝滑如琼脂般的肌肤，在心里暗爽，真他妈的正点啊！尽管心里已经痒痒的不行，但脸上的表情依旧正经严肃，不许再惹导员生气了呀！这次我就不罚你了，快归队吧！谢谢班长。叶深飞快退后一步，随后慌忙跑出宿舍楼，并且用手背擦去李明波手指留在下巴上的黏腻触感。他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多疑，他总觉得这个小班长看自己的眼神有些奇怪，但对方的言行举止又没有太过分，和以前那些喜欢调戏他的食肉类半兽人完全不一样，让他一时拿捏不清。殊不知一墙之隔的宿舍楼里，班长李明波径直步入他的房间，将那件湿漉漉的绵羊睡衣提起来放在鼻翼下痴迷的嗅着。啊，真是美妙的味道啊！宿舍楼前的空地上，队伍已经集结完毕。导员念在叶深是初犯，并没有为难他，而是让他去擦栏杆，其余学员则要进行每日5公里长跑，然后再去洗漱吃早饭。叶深欣然接受这个惩罚，只要不跑步，只要不训练，别说让他擦栏杆了，擦旗杆他都愿意。小绵羊乐呵呵地拿着抹布弯腰擦栏杆，一边擦还一边小声地哼着歌。他以为不会被人听见，可是偏偏就被听见了，还是被别的班级导员听见的。别的班级的导员立即打了小报告，于是这份轻松的惩罚就变成了擦干净整个训练营的所有栏杆。当所有学员跑完5公里回来洗漱时，叶深还在撅屁股擦栏杆。当所有学员洗漱完毕准备去吃早饭时，叶深还在撅屁股擦栏杆。班长李明波看不下去了，提醒导员：你这样属于体罚学生，再怎么样也要让孩子吃饭吧，晚吃一会儿又死不了，让他等着，等所有人吃完后再去吃。此时顾廷峰刚洗漱完，本来打算让警卫员从食堂给他把饭打回来吃，但想到今天是新学员第1天在食堂吃饭，便想着也去凑个热闹。结果路过操场时看见了正在擦栏杆的叶深，他悄悄靠近，站在叶深背后，还小心着自己的影子盖住对方，仔仔细细地观察着小绵羊，直到听见叶深肚子的咕噜声才了然，看来是又被罚了。顾廷峰看了眼手腕上的表，已经快7点了，超过7点食堂就没饭了，小绵羊就要一直饿到中午。他轻咳一声，正在擦栏杆的叶深猛然站起身，结果眼前一黑，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前栽去。小心！顾廷峰眼疾手快地扶住叶深，小绵羊倒在男人结实的怀抱中，虚弱的大口喘着粗气，脸红得不正常。顾廷峰伸手摸了一把对方的额头，发现竟然一片滚烫，他顿时皱起眉，对身后的警卫员命令道：去到食堂把饭打来，打2份。叶深呢喃着头晕，将全身重量都压在顾廷峰结实的胸膛上。虽然他知道这个行为有些僭越，但此刻已经头晕眼花的他连思考问题的能力都没了，还管什么僭越不僭越啊？顾廷峰望着才第2天就被折磨到生病的叶深感到诧异，自己不是命令导员对他格外照顾了吗？怎么照顾成了这样？他伸手拦住叶深的腰，惊讶小家伙居然这么瘦，瘦到他一只手就能攥住半个腰。顾廷峰望着怀中小家伙一副随时都会晕倒的模样，环顾四周，确定此刻操场上只有他们2人时，单臂一用力将人轻松的打横抱在了怀里。叶深顿时惊呼出声：小叔别动，我抱你回去。
可是，顾廷峰不耐烦地将叶深僵硬的脖颈按在自己颈窝内，脚下生风，大踏步地向自己办公室走去。整个过程里，叶深连半个字都不敢说，两只大眼睛瞪得浑圆，鼻翼飞快山河，嗅着男人身上清爽的香皂味，只觉得脸愈来愈烫，愈来愈红。顾廷峰抱着叶深来到了自己办公室，这一路上小绵羊表现十分乖巧，一直规规矩矩地拢着胳膊，虽然脸红红的，气息也不稳，但是却努力强打着精神，在他怀里保持着一个礼貌的距离。这同那些总喜欢对他揩油的食草类完全不同。他将小绵羊安置在沙发上，拿来自己午休盖的小毯子，还端来了一杯凉茶。顾廷峰望着被苦到眉头皱成小山丘也不敢说吐出来的叶深，满意的点点头道：“说说吧，怎么大早晨就在那里劳动？我起晚了，班长来叫我还没听见，导员就罚我擦栏杆。原来如此，那你被罚的一点都不冤枉。规矩就是规矩，即便他是乾隆的大校，也不可能开小灶。”此时警卫员推门进来，将2份盒饭放在了办公桌上。顾廷峰将2份盒饭全部打开，将素菜都拨到其中1份盒饭内，又将肉菜全部捡了出来，然后将那份绿油油的盒饭推到了叶深面前。是。叶深望着全素的盒饭，心中特别感激。小叔，谢谢你，照顾食草类是每个食肉类半兽人应该做的。叶深双手接过一次性筷子，感动地将青菜和米饭往嘴里大口大口扒拉，不知不觉中便将所有饭菜都吃干净了。男人再次伸手摸了摸叶深的额头，发现温度已经下降了许多。他随手拉开办公桌的抽屉，将1盒药扔给叶深道：“再过几天就要入伏了，这个给你，不舒服的时候就冲一杯。”谢谢小叔。叶深将那盒药装进口袋里，局促不安地坐在沙发上，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些什么。虽然顾廷峰是顾衍华的小叔，但在这之前他俩从未接触过。况且顾廷峰还是大校，又和他相差了整整10岁。如今办公室里只有他们2人，他根本不知道该和对方说些什么。顾廷峰望着小绵羊局促的样子，他摸了摸脸，手动将唇角往上推了推，好显得自己和蔼可亲一点，然后便开始了长达半个多小时的训教。我知道你不适应这里，可是你已经来了，而且没有选择离开，就说明你是想在这里待着的。那你就要知道，这里是训练营，你只有自身强大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不要指望着谁会无缘无故的尊重你，只有强者才值得被人尊重。道理他都懂，可是说着简单做着难啊。叶深想把一肚子的委屈倾尽，可是话到了舌尖却说不出来。我知道，小叔，我是只羊，我的天性就是相夫教子，这是刻在所有食草类基因里的本能，我无法违背这个本能，所以我真的适应不了这里的生活。如果不是为了顾衍华，不要为了他。顾廷峰突然厉声打断了叶深的话，眉宇间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失望。永远不要为了什么人而去被迫做一件事情，因为一旦被这个人抛弃，你所做的一切都会变成一个笑话。千万不要自我感动，这是世上最可笑的行为。小叔，你好像很懂的样子啊，你结婚了吗？我单身。好，合着您老一个单身狗小学生在这里对着一个恋爱经验丰富的博士生讲大道理啊。小叔，不是我说您自己都是单身的，还来教育我。我单身又不代表我没有谈过恋爱，而且你看我像是没人追的样子吗？顾廷峰自信地靠在椅子上，翘起2郎腿，将自己全方位展示在叶深眼前。小绵羊听话地将男人从头打量到脚，又从脚打量到头，诚实地得出结论：您一定很花心，眼睛大、睫毛长的男人都花心。那照你这么说，顾衍华单眼皮应该很专一。看着小绵羊斩钉截铁地点头，单纯的模样让顾廷峰还以为这是个傻子。他一面想告诉叶深事情的真相，一面又怕小绵羊闹到特性科去，最后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总之一切多为自己考虑。叶深离开顾廷峰办公室后，刚好碰到了吃完早饭归来的大部队，他生怕被导员发现自己偷懒，赶忙一路小跑，重新回到操场上拿起抹布。谁知班长李明波突然在身后大声喊道：“叶深，别擦了，先过来。”只见班长李明波神秘兮兮地从衣襟里摸出2枚鸡蛋，还有1个包子，给我吃，谢谢班长。差点说漏了嘴。叶深心有余悸地接过东西揣进口袋里，正准备说自己还没擦完栏杆要回去继续干活，张涛又突然跑了过来，慌忙将怀里的包子往叶深手里塞。叶深不好也不敢拒绝，将张涛带过来的那份揣进了右边的口袋。这下好了，做训服拢共就2个口袋都被塞得满满当当。叶深突然觉得自己摇身一变成了有钱人，因为昨天失手打了叶深的缘故，张涛心里特别愧疚，一心想要补偿对方。他捏起拳头，豪气万丈地捶了捶自己胸口，又轻轻捶了捶叶深胸口，学着电视里小混混拜把子那般，似乎这样过后他俩就会成为过命的兄弟。这样幼稚的行为惹得一旁的班长狂翻白眼，去，赶紧休息去，别让人发现你从食堂里带吃的出来，否则给你记一条杠。张涛并不知道李明波是找理由在支开自己，他规规矩矩地进了个军礼后，一溜烟地跑远了。叶深冲着男孩的背影挥了挥手，然后又对着班长李明波说了声谢谢后便打算离开。谁知李明波突然清了清嗓子唤住他：“你的睡衣我已经帮你洗了，床单还有被子也都晒起来了，以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谢谢班长。叶深没想到李明波居然会帮自己洗衣服晒被子，他并没有觉得开心，反而敏锐地嗅到了这里面不同寻常的阴谋。小绵羊警惕地开口询问：“班长，您是不是对每位学员都这么好呀？”“怎么可能，我只对你网开一面，毕竟你是我们班的吊车尾，一个木桶盛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子，我要是不好好照顾你，咱们班到了年末的大比武成了最后1名，岂不是让人笑话？”李明波的表情严肃又认真，瞬间打消了叶深的怀疑。李明波似乎也意识到自己做的有些太过明显，又说了几句要叶深努力的话后便放对方离开了。小绵羊第3次说了谢谢后，赶忙跑回操场上继续擦栏杆。李明波望着那截妖娆小蛮腰在烈日下有节奏的摇摆，眼底腾起一股炽热的欲望。男人想体验后面火辣辣的疼，就将魔爪伸向刚入职的绵羊，看着被罚擦栏杆他却以为是在跳钢管舞诱惑他，而此时小绵羊人却不知道自己成了别人的猎物。他望着在阳光下焕然一新的干净栏杆，心里又抑制不住的欢喜。食草类半兽人骨子就应该相夫教子，系上围裙围着老公孩子灶台转，而不是现在这样哪都不对劲儿。干完活的叶深活动着僵硬的手臂，端起水盆前往水房，不巧却遇见了在水房里风光着膀子擦身子的顾廷峰。男人只穿着一条迷彩裤和黑色高筒战地靴，裸露的上半身
身肌肉线条优美，优雅内敛，到处都散发出一种克制的诱惑力。小麦色健康的肌肤下，一对浅浅的腰窝在阳光的照射下如同汇聚的溪流，引人遐想。看到这一幕的叶深失声尖叫，手中的水盆差点飞出去。听到尖叫声的顾廷峰飞快回头，在看见落荒而逃的小绵羊后，赶紧披上衣服追了出去。叶深可怜的小绵羊刚跑了几步就被男人提溜了回来。顾廷峰十分不解叶深为何会如此敏感，尽管他知道食草类和食肉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也不至于见着他就跑吧？你跑什么？我又没全裸。不是的。叶深低着头不敢去看顾廷峰的脸，可是他这个高度刚好能清清楚楚地瞥见男人腰上性感的人鱼线，他索性把眼睛闭上了，心里不住叨念着非礼勿视，非礼勿看，非礼勿视，非礼勿看。顾廷峰瞅着连眼睛都闭上的叶深，不爽地啧了一声：你这么害怕那每天晚上下训后不准备洗澡吗？别说没提醒你啊，这儿的澡堂可是能同时容纳300人一起洗澡的，你若是不能尽快适应，那这个夏天可就有你受的。什么大澡堂？就是那种大家一起光屁股在里面搓澡的大澡堂吗？叶深只听说过，并没有经历过，他实在是无法想象一群人光溜溜挤在一起的场面。叶深一想到自己要夹在一群食肉类中间光着屁股，便如芒在背。他一把揪住顾廷峰的手腕，疯狂摇晃，皱巴着小脸苦苦哀求：小叔，救救我！顾廷峰果断抽回了手臂，望着叶深那张快要皱成纸团的小脸，还有眸底真诚的哀求，动了恻隐之心。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小羊掉入狼窝吧？万一叶深被哪只不三不四的食肉类给标记了，再大肚子，到时候挨处分的可是他呀！以后你1357下了训练后来我办公室洗澡，我办公室里有独立卫生间，但是热水只在晚上8点以后供应2个小时。你若是想要洗澡，最好卡在这个时间段来，若是错过了我也没办法。好，谢谢小叔，我一定会铭记您的大恩大德。小绵羊感激的恨不得把腰都锯断。这件事也让叶深对顾廷峰这位不苟言笑的大校有了不一样的认识。他回到宿舍，正准备将班长李宁波和张涛塞给他的2颗鸡蛋、4个包子当午餐吃了时，班长李宁波便突然出现在他宿舍门外，并且神神秘秘地对他勾着手指：叶同学，你来一下我办公室。叶深不知道班长找他有什么事儿，他正打算去收晾的被子和床单，被突然这么一叫，还有些蛮不情愿。他总感觉这个小班长怪怪的，但是具体哪里怪又说不上来，总之给他的感觉很不好。叶深扭扭捏捏地站在原地没有动，李宁波也是坚持站在宿舍门外不肯离去，两人大眼瞪小眼了好半天。李宁波有些不耐烦了，啧了一声：快点，有东西给你。叶深这才慢吞吞地跟了上去。李宁波领着叶深来到了自己办公室，反手便将门锁上了。小小的空间里就只剩下他们2人。出于对食肉类半兽人天生惧怕的心理，叶深被这个关门的动作吓了一跳，心头狠狠一颤。突然一股充满侵略的异香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充满整间小小的办公室。叶深猛然捂住口鼻，惊恐地望向李宁波，看着男人那笃定而黏腻的眼神，作为一只食草类，他太清楚这眼神意味着什么。李宁波想要标记他，叶深惊恐地退后一步，将鼻子死死捂在胳膊肘处，不留一点缝隙，生怕受到李宁波外激素的影响，从而被迫发情。他反身扭住门锁，用尽全身力气想要破门而出，但这破锁子不知怎么回事，就是打不开，反而因为他拧得太急而卡得更死。叶深逐渐红了眼眶，屏住呼吸，腾出捂住口鼻的那只手一起去拽，同时用肩膀使大力撞击门板，弄出巨大的动静，企图引起别人的注意。可一切都是徒劳。这个时间点大家都在午休，根本没人会在办公大楼，也就是说，如果他今天出不去，将有可能被李宁波强奸。恐惧催使着叶深使出吃奶的劲儿，可他却发觉自己手脚逐渐无力，体温隐隐上升，后颈处那一小块肌肤愈来愈烫。不好，要发情了！叶深内心警铃大作，正欲扯开嗓子喊救命，谁知背后突然伸出一只湿滑黏腻的手捂住了他的嘴。李宁像条毒蛇一样贴了上来，冰凉的手掌贴在他滚烫的肌肤上，就如吐出杏子的蛇泪，似乎连喷出的鼻息都带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腐肉味。小宝贝儿，你跑什么呀？看你这细皮嫩肉的小模样，真叫人兴奋了。反正距离午休结束还有2个小时，这2个小时咱们就好好的玩一玩呗。李宁波伸出舌头舔舐在叶深绯红的面颊上，一股臭水沟般腐烂发酵的恶味瞬间冲进了叶深鼻腔，刺激的胃部剧烈收缩，体内兽血在刹那间沸腾。叶深反手一肘狠狠击打在李宁波太阳穴上。李宁波完全没有料到叶深会动手，他自认为自己身为班长，不可能有新学员敢对他动手，毕竟他们要相处整整2年，谁敢对领导动手啊？结果叶深不仅动手了，还想咬他。啪！李宁波一巴掌打在叶深脸上，叶深捂着脸对李宁波扯开嗓子大骂：你居然敢打学员，你个不要脸的狗东西，信不信我和你拼命？叶深嫌弃的用胳膊去蹭脸上的皮肤，将本就绯红的脸颊蹭得更红了，像没熟透的红苹果，看得李宁波愈发燥热难耐。男人突然伸出胳膊一把扯住叶深的衣襟，将人甩在办公桌上，可怜小绵羊根本反抗不过，硬是被压在办公桌上直不起身子。李宁波望着不断在自己身下扭动挣扎的小美人，发出得逞的张狂大笑：你越是这样我就越兴奋。叶深一听顿时不敢动了，结果对方却一把扯掉了他的裤子。叶深顾不得多想，屈起膝盖重重地顶在李宁波的胯间，只听男人嗷呜一声，痛苦地弯腰捂住关键部位，脸都白了。小绵羊瞅准机会捏起拳头，使出全身力气狠狠挥了过去。李宁波又是一声惨叫倒地，捂住眼睛。趁此机会，叶深提起裤子飞快奔到窗前旁，推开窗户跳了出去。咚的一声闷响，小绵羊双膝重重磕在坚硬的水泥路上，剧痛令他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他强撑着被勾出情期的疲软身子，跌跌撞撞地往前跑。短短10几米的走廊却仿佛有几公里那么长，体内的兽血受到李宁波外激素的影响不断沸腾翻滚，将情欲沿着血管一寸寸输送到身体每个角落。但脑海中仅存的理智拉扯着叶深，告诉他绝对不可以摔倒，绝对不可以让那个畜生得逞。体内像是有团火在熊熊燃烧，似乎要将他身体里的水分全部烧干。后颈处的腺体散发出甜腻的花香味，像引诱着蜜蜂来采蜜的
的花朵。叶深知道，如果再不赶紧注射抑制剂，他就完蛋了。理智崩溃前的刹那，他不管不顾地推开一间办公室的门，直挺挺地晕倒在冰冷的地面上。正躺在沙发上小气的男人瞬间睁开了双眸，一股清爽香甜的栀子花气味充斥了整个房间。不好，是外激素！顾廷峰猛然捂住口鼻坐起身，一眼便看见了晕在自己办公室门口的叶深。顾廷峰来不及多思，飞快将叶深抱起，顺手锁住了门，拉紧窗帘。屋内栀子花的味道更浓了。顾廷峰捂住口鼻，紧皱眉头，从自己公文包中翻出了抑制剂，可他却猛然想起，这抑制剂是给食肉类半兽人用的，叶深根本用不了，而整个猎营里根本就没有叶深专用抑制剂，就连医务室里也没有。没办法，男人只能折返回办公桌前，翻出抑制口罩戴在脸上，隔绝空气内无孔不入的栀子花香。随后晃醒昏迷中的叶深，想要问清楚对方把抑制剂放哪儿了，可是叶深此刻已经处在理智崩溃的轻度晕厥中，别说回答问题了，就连顾廷成风都认不出来。晕晕沉沉的脑子却停止了工作，唯独一个名字刻在骨子里，萦绕在舌尖。眼华，眼华，我好难受啊，你救救我呀！叶深痛苦地夹紧双腿，佝偻起身子，用牙齿紧紧咬住手指，体内沸腾的兽血因为得不到恋人的安抚开始叫嚣，像恶劣的强盗在血管里横冲直闯。顾廷峰望着眼前被情妻折磨到痛苦的叶深，知道自己此刻再不做点什么，小绵羊很有可能会折在这里。刚准备去叶深的宿舍找抑制剂，手腕却突然被一只滚烫的小手抓住。男人回头，对上了一双迷蒙如诗的大眼睛，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泪水像珍珠般簌簌滚落。不要丢下我，求求你了，眼华，不要丢下我！顾廷峰本来想解释，可是在看到叶深这副模样时，他意识到恐怕自己此刻说什么对方都听不见。正在男人一筹莫展之际，叶深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突然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像只八爪鱼一样的贴上了他的身体。作训服下滚烫的身体像块发软的棉花糖，惹人遐想。这是顾廷峰第一次同发情期中的食草类半兽人亲密接触，尽管他戴着抑制口罩，但依旧嗅到了甜腻的栀子花香。体内沉睡了许久的兽血如同久逢甘露的大地瞬间苏醒，蛰伏在血液中的野兽形态不可控制的冲破枷锁，一双黑狼兽耳像招展的旗帜从黑发中立了起来。男人强压小腹处的邪火，伸手将叶深狠狠推开。不，眼华，你不要推开我！叶深不理会男人的推拒缠了，滚烫的两只胳膊像水蛇般死死缠在男人结实的胸膛上，亲吻着顾廷峰的脸。男人大惊失色，慌忙挣开，过程里一不小心将脸上的口罩扯断，甜腻的栀子花香瞬间钻入了每颗毛孔中，如巨石投湖，让顾廷峰仅存的理智线哒的一声崩断了。男人低吼一声，将小绵羊压在沙发上，一口咬上叶深后颈那块滚烫香甜的肌肤，将犬牙深深陷入肿胀的腺体内，注入一丝属于它的味道，安抚地给了小羊临时标记。而那双宽厚的手掌则像一缕温柔的春风探入叶深的衣领中，抚过滚烫的身体，一寸寸安抚了炽热的神经。不知过了多久，叶深才醒来，睁眼的瞬间，腺体深处蔓延出的剧痛便令他心头一颤，他赶忙伸手摸去，却摸到了厚厚的纱布，心瞬间沉入了谷底。你醒了！正当叶深胡思乱想时，一个低沉的声音响在耳畔。小绵羊闪电般的回头，对上了顾廷峰一双深邃的黑眸，脑海中刹那间回想起1个小时前发生的事儿。叶深猛然捂住嘴，圆圆的大眼睛里写满了惊恐。顾廷峰早就知道对方会是这个反应，他也一早就想好了说辞，瞎叫唤什么？啥都没发生，你后颈的腺体受了伤，不知是被什么东西划伤的，我已经给你包扎好了，3天后自己去医务室换药。看着叶深脸上的惊讶变成了迷茫，顾廷峰啧了一声，顺手从办公桌上拿起一瓶矿泉水抛进了叶深怀里。快回去吧，午休再有10几分钟就要结束了。叶深接过矿泉水，飞速从沙发上坐直身子，特意暗暗关注了一下自己的下半身，发现裤子穿得整整齐齐，身体也没有任何不适感，这才放心的离开了顾廷峰办公室。可他并不知道，他前脚刚走，顾廷峰后脚便痛苦的拿出抑制剂扎进手臂内，甚至连喉咙里也在不断发出低频呜咽声，这是狼族求偶时的表现，只有100%契合者才能听见。顾廷峰努力克制着身体的反应，强迫自己不要去想叶深，可是小绵羊残存在他身上的味道实在是太香，就如同大师调制出的香水，经久不衰。没办法，男人从口袋里摸出军用匕首，咬牙割破小臂上的肌肉，体内的燥热终于得到了缓解。顾廷峰长出一口气，闭紧双眼，发出无奈的苦笑。他居然对一个比自己小了10岁的孩子下手。顾廷峰啊，顾廷峰，你可真是饿极了眼。5分钟后，午休时间结束，警卫员准时敲响他办公室大门，允许进入后的小警卫员推门而入，就看见男人受伤的手臂。大校，您怎么受伤了？没事儿，不小心滑到的。这是办公楼监控室的钥匙，你将今天中午的监控拷贝一份拿给我。又过了5分钟，警卫员拿着一只 U 盘折返回来。小警卫员不知道大校为什么突然要看监控，难道今天中午出什么事儿了吗？男人想尝一尝小绵羊的味道，就在给他下了10斤媚药。眼看自己即将得手，怎么也没想到到嘴的鸭子飞到教官床上。为了防止东窗事发，男人抢在集合之前找到了叶深，并威胁他管好自己的嘴巴，否则就把他是食草类半兽人的秘密公布出去。叶深看着李明波恨不得一口咬上去，但他为了进入特勤科工作的机会，以后好和顾衍华双宿双飞，还是隐忍了下来，什么也没说，和大家一起到操场集合准备训练。正当训练准备开始时，顾廷峰的警卫员突然来到队伍面前，高声呼唤叶深的名字：学员叶深出列，大校命你速去他办公室。办公室内，叶深局促不安地站在办公桌前，顾廷峰则是指了指沙发，要对方坐。叶深摇了摇头，不敢坐。顾廷峰不解，有什么好怕的？2个小时前你可是在这张沙发上主动亲上来了呀，我还是不坐了，站着挺好的。叶深嘿嘿傻笑2声。顾廷峰无语地盯着眼前傻兮兮的小绵羊，突然冷了一张脸，就你这样哪天被人吃干抹净了，还得给别人数钱。大校，叶深眼睛不安地来回转动。顾廷峰气愤地将桌上的电脑调转方向，对着叶深，我调取了监控，看到你从李明波的办公室里跳窗而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可以如实告诉我。叶深咬住唇角，犹豫了好半天也没把一句完整的话说出来。顾廷峰一看对方这个表情，
情就知道小绵羊应该是被人威胁了。他起身绕过办公桌，站在叶深面前，微微低下高高的头颅，平视着眼前漂亮的小家伙，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和蔼可亲。你不要怕，我可以为你撑腰。我不是怕，我只是不想被别人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是只羊。顾廷峰已经大概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他伸手按住叶深的肩膀。李宁波，他想强迫你是吗？叶深听闻闪电般的抬起头，虽然什么都没说，但是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里写满的委屈已成过无数言语。顾廷峰便彻底明白了，他直起身子捏住叶深的肩膀，大拇指搭在对方后颈上，隔着厚厚的纱布轻轻摩擦。这是食肉类对食草类的专属安慰性动作。如果是100%契合者的两人，这就代表着绝对的袒护，绝对的保护。叶深虽然不是他的100%契合者，但也是他第一个给出临时标记的小食草类，意义非凡。这件事我会处理，你安心训练，不要怕他，明白吗？您的意思是说您会开除他是吗？小绵羊软软糯糯的声音听起来就像一块棉花糖，格外令人心动。即便是顾廷峰这个定力十足的大笑，也无法拒绝这样不经意间的勾引。我会开除他。在遭受了整整1天的委屈，又差点被人强迫，在被人威胁后，终于找到了一个肯为自己撑腰的人。叶深的眼眶瞬间就红了，他冲进顾廷峰怀里嚎啕大哭，像个无家可归的孩子终于找到了亲人那般，想要将这2天遭受的所有不公全部哭出去。顾廷峰也知道，一只小食草类若想在乾隆这种地狱般的训练营里生存下去有多么艰难，这不仅代表着他要时时刻刻提防被人发现真实身份，还要克服先天差距，努力追上体能优秀的食肉类们。更可怕的是，食草类每个月都会按时按点的发情，他们的外激素可以令所有食肉类陷入狂化状态，最终的结果就是沦为万人骑的货色，然后怀上某个食肉类的孩子，再生下野种，悲惨的过完一生。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那个和他拥有同一个姓氏的二货侄子。有时候顾廷峰真的很纳闷，他们顾家3代忠良，怎么偏偏就出了这样一个二世祖呢？顾廷峰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怀中的人，只能紧紧搂着叶深瘦弱的肩膀，任凭对方哭个昏天黑地。半个小时后，叶深终于哭够了，他惊慌失措地推开顾廷峰，刚想开口道歉，谁知却被男人抢先一步打句儿道：用完了就抛弃。小绵羊急忙摆手，因为还没来得及擦眼泪，脸上花里胡哨的全是泪痕，滑稽可笑的模样看得顾廷峰一愣。男人顺手从口袋里摸出纸巾让叶深擦擦脸，见叶深愣了一会儿后又继续擦眼泪，擦完后将用过的纸巾一本正经地叠成小方块放进兜里，最后还把没有用过的重新还给他，迥然一副乖巧小媳妇的模样。顾成峰突然心神一动，若是自己今后的另一半也能像叶深这样认真乖巧就好了。来，坐过来，我给你看看后颈处的伤。男人拍了拍身侧的沙发，叶深下意识地捂住了后脖梗，这里是所有食草类最脆弱的地方，绝不能轻易示人，更何况是让一只食肉类看。啧，你还信不过我吗？我就看一眼而已，顺便再帮你伤口消消毒，换个薄一点的纱布，省得一会儿你去训练出汗把伤口捂化脓了。叶深一听腺体有可能化脓，便立马坐了过去，并且主动背过身，将脆弱的后颈暴露在顾廷峰眼前。顾廷峰望着那一小块洁白的纱布，突然感觉喉咙发涩，蓦然回想起叶深柔软的身体紧紧贴在自己胸前时的触感，虽然隔着一层布料，但是这样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却分外令人心动，比起脱光了站在眼前更让人无法自拔。顾廷峰小心翼翼地揭开叶深腺体上的纱布，一圈显明的牙印赫然出现在眼前，这是他留下的印记，独属于他顾廷峰，就像在一片洁白的雪地里踩下了第一枚脚印，一种强烈的满足感充斥了内心。顾廷峰拿出碘伏和棉签，轻轻地按压在牙印上，慢慢地转了几圈，随后又取出无菌纱布叠成2层覆盖在伤口上，用胶布贴好。行了，最近几天先不要洗澡，要是身上实在是难受，就来我办公室用热水擦一擦，我会提前给你留好门。操场上，叶深在众人好奇的注视下归队，尤其是班长李明波的眼神几乎快要化成钉子将叶深扎穿。可是有了顾廷峰这个结实的后盾，他已经无惧对方任何威胁，甚至还堂而皇之的做了个鬼脸，气得李明波差点当场暴走。男人望着小绵羊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不怀好意的抽出了腰间的皮带，一步步走到叶深面前，声称叶深眨眼睛是在挤眉弄眼，并罚他站在太阳底下大声朗读100遍，直到自己认识到错误为止。却不想这种不合理的处罚引起了众怒，无奈之下，李明波只能放弃处罚叶深，却私下警告叶深这件事没完。张涛不知道班长李明波怎么突然对叶深敌意这么大，用余光瞅了眼叶深，突然发现了对方后脖梗处贴着一层薄薄的纱布，那个位置很特殊，是腺体的位置，也是每个半兽人最为脆弱的地方，更是每个半兽人会拼命保护的器官。而这个位置受伤只会有2种可能：一被标记，2被强行标记。可叶深一只食肉类半兽人怎么可能被标记呢？张涛心中特别疑惑不解，他趁班长李明波和导员白伟不注意时，飞快小声问叶深道：“你脖子怎么受伤了？”叶深听到询问声，先是紧张的用眼角的余光扫视了一下周围，发现李明波并没有看向自己这边后，才飞快回答：“被剐蹭到了，要我陪你去医务室吗？”“不用，我已经上好药了。”提到上药，叶深又想起了顾廷峰，男人为他上药时的动作很轻很柔，指腹也很软很烫，用棉签压在伤口上的力度宛若一阵和煦的春风，小心一般谨慎，生怕弄疼他。这和顾衍华完全不一样。有一次他给打球的顾衍华送水，却被顾衍华无意识地推倒在地，偏偏他身后的栏杆因为长久未保养而螺栓松动，他后颈腺体处的肌肤正好擦着那块凸起，狠狠滑了下去。当时他便捂着鲜血淋漓的脖梗嚎叫出声。顾衍华吓坏了，周围的同学也吓坏了，一个个站在原地不知所措，还是路过的高年级学长将他送往的医务室。医生看了眼他后颈处的伤，要他赶紧去医院。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刻叫顾衍华开车送自己，结果顾衍华却关了机，后来还是辅导员送他去的医院。万幸他的腺体没有受伤，只是皮肤被划了一个好大的口子，可能会留疤，这对于一只食草类半兽人而言相当于毁容。医生劝他不用难过，毕竟现在的医美这么发达，可他却因为顾衍华不喜欢，只能偷偷的涂抹各种去疤痕的药膏。后来他没有将这件事告诉顾衍华，而是骗对方说只是一个小口子，过几天就能愈合。顾衍华还怪他一个
个小口子叫那么大声，说他矫情，还说也只有自己才能受得了他这么娇气的人。可待他腺体上的伤好后，便来到了这里，却再次遭受了无妄之灾。只是这一次有人温柔地替他上药，并没有嫌弃他矫情。叶深本来并不想拿两人比较，可是顾廷峰实在是太温柔，温柔的让他不得不同顾衍华做比较。他纳闷，同样都是顾家人，身上流着同样的血，怎么差距这么多呢？喂，你发什么呆呀？快立正，小心一会儿又被罚了。身侧张涛小声提醒。叶深赶忙站好，班长李宁波犀利的眼神立马扫视过来，像探照灯一样直勾勾地打在他脸上。叶深虽然有顾廷峰撑腰，但他却不想一次次的麻烦对方，就像顾廷峰说的那样，在这里唯有强大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既然已经身处泥潭，改变不了环境，那就只能改变自己。叶深想通了，决定不再患得患失，积极面对为期2年的残酷训练。他相信人定胜天，自己连顾衍华那么难追的金贵公子哥都能追到，还有什么做不到呢？一旁的张涛似乎是感受到了身侧小狐狸身上突然改变的气质，不由得侧目看了一眼，结果这一眼看过去再难移开视线，他仿佛看见了坠落凡间的精灵。叶深一张认真的脸面对着前方，2道细细的眉毛泛起柔柔的涟漪，白皙的皮肤衬托着淡淡桃红色的唇瓣，秀气异常的五官搭配着完美的脸型，长长的睫毛像黑色羽翼，给本就俊秀的容颜中加了一丝惹人怜爱的破碎感。这绝对不是一只食肉类半兽人能长出来的样貌，如果是，那一定是珍稀血脉。张涛决定开启强烈追求模式，势必将小狐狸拿下，到时候再生2只狐崽子，他就可以富平子贵了。张涛傻兮兮的笑出了声，班长李宁波顿时厉声大吼道：“笑什么笑？这么喜欢笑是吧？站到太阳下面笑个够，没有命令不许停，真是无组织无纪律。”张涛站了整整1个小时军姿，而这1个小时内李宁波还没有放过他，一旦发现他有任何松懈的苗头，立马一皮带抽了过来。好不容易军姿站完了，以为可以归队了，结果李宁波又让他把2块砖头分别吊在手腕处，平举双臂扎马步半小时。班里的其余学员都觉得班长罚的有些过分。叶深瞥了眼被太阳晒到脸红的大男孩，他知道李宁波为什么突然为难张涛，因为张涛和自己走得近，所以眼下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快强大起来，否则一旦犯了错又会连累到朋友。小绵羊深吸一口气，挺直腰板，站得笔直，像杆标枪。当李宁波眼神瞥过来的时候，看见的是一脸坚毅的叶深，同昨日哭哭啼啼的模样完全不同。作为乾隆训练营里的班长，他带过不少学员，也见过不少学员，各种性格，各种模样，但是却没有一个像叶深这样的。他就像一颗文竹，看似易折却不易断。瘦弱的小身板下蕴含着惊人的爆发力，坚韧不拔的性格又为这沉睡的爆发力披上了一层优秀的外衣。他觉得叶深一旦认真起来，完全能超越在场的所有食肉类半兽人。毕竟食肉类的心思不比食草类细腻，而一名优秀的特战队员不仅需要果断和勇敢，还需要细腻的心思，而这恰好是食肉类半兽人没有的。一旦叶深跨过了体能训练这道坎，他定然会成为乾隆训练营里最优秀的学员，到时候将会彻底改变人们对食草类半兽人固步自封的传统印象。一无所有的舔狗小羊被爱人骗进野兽训练营，不光丢了处男光环，还被缠他身体的变态处处针对。可勇敢小羊不怕困难，甚至越挫越勇，决定成为训练营里的强者。虽然叶深决定好好在训练营里改变自己，但是在去食堂后还是发现自己想的太简单了，所有人都只打肉菜，连看都不看一眼素菜，那他只打素菜不打肉菜岂不是会穿帮？无奈他只能佯装不舒服，一把捂住肚子从食堂飞奔而出，准备使顿。还好等他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肉菜区已经被一扫而空，只剩下蔬菜区还有点东西。小绵羊长出一口气，装作特别为难的模样，打了几个青菜，随后随便找了个没人的位置坐了下来。结果一坐下来就被人重重的拍了下肩膀。张涛神秘兮兮的掏出一个塑料袋，给，这是我给你留的肉，快吃！幸亏我手快抢了一根排骨，要不你今天就要吃全素宴了。你是不知道这群野兽见着肉了就跟没命一样。叶深无奈，眉头皱成连绵起伏的山丘了。他盯着碗里油腻腻的肉，突然一阵恶心涌上心头。拿走，我这几天水土不服，吃不了肉啊！你水土不服啊？那怪不得闹肚子呢。你早说呀！行，我把它拿走。叶深看到张涛相信了自己突然想到的这个天衣无缝的理由而开心，人果然都需要被逼一下呀。吃完饭后休息2小时，又进行了1个多小时的高舞学习。回到宿舍的时候已经10点多了，叶深累得不想动。今天的训练内容严重超出一只食草类半兽人能承受的范围，而这仅仅是训练开始的第2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后面的内容将会越来越难，强度也会越来越大，对他将是地狱级别的考验。他揉着自己发酸发胀的小腿，躺在床上，看到床头放置的小闹钟，猛然想到今晚有可能会紧急吹号。他以最快的速度洗了头发、脸和脚，还重新给伤口上了药。做完这一切后，熄灯的号角声响起，宿舍内的灯顿时熄灭。这一晚无事发生，并没有吹集结号，所有学员一觉睡到天亮。清晨6点，起床哨准时响起，众人瞬间从睡梦中睁开双眼。叶深以最快的速度穿好外套，来到宿舍楼前的空地处。待其余学员陆续出现时，纷纷看到了一早就站好的叶深。他们对着小绵羊投来疑惑而又诧异的眼神，不明白一个在第1天迟到了整整1个小时的窝囊废怎么会摇身一变成了第1名。就连班长李宁波都忍不住的多看了叶深2眼。当队伍集合的差不多了，导员白伟便拿着花名册开始点名。导员望着眼前穿戴整齐的叶深，十分满意，不错，着装很规范。随后再次提高声音，别看他昨天迟到了，但人家今天却是第1个，这说明了什么？只要下决心就没有办不了的事儿。你们都要给我记住，乾隆里不需要废物，我们需要的是勇往直前的半兽人，是敢于挑战自我的人。叶深同学今天表现得很不错，我会把他昨天在名字后面画下的那条杠擦掉。你们也都给我竖起耳朵仔细听着，我这人赏罚分明，所以你们都给我好好表现。是。洪亮的声音再次传遍了整片空地。受到表扬的叶深只觉得胸腔里仿佛有一把火在熊熊燃烧，他感觉此刻若是有人在他眼前放一串鞭炮，他一定能将其点燃。那噼里啪啦的脆响就如同他此刻的心情，激动热烈，浑身上下充满了干劲。随着导员白伟一声令下，队伍立马迈着整齐的步伐向操场进军。
最后一排的叶深端着双臂跟在后面挪动小碎步，一边跑一边认真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这是他第一次细致地打量自己将要生活2年的地方。操场周围的白杨树，每一棵都像一位英姿挺拔的战士向蔚蓝的天空尽情舒展着身体，想着总有一天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而那个时候的自己定然风光无限。叶深勾起唇角，卯足劲迈开双腿，跟在大部队后面尽情挥洒着汗水。可是渐渐的，他就发现梦想是美好的，可现实是残酷的。自己仅仅跑了2圈就开始上气不接下气，而距离5公里长跑还有整整6圈才能结束。5公里长跑需要20分钟内完成，这对于新学员而言不亚于天方夜谭。即便他们是体能优秀的食肉类半兽人，也有些吃力，更何况是叶深这只小绵羊。当叶深跑到最后1圈时，只觉得自己要升天了，那种身体来不及换氧的感觉实在是糟透了。2只腿肚子巨胀巨酸，肺部因为呼吸太过急促，他感觉自己4肢肺叶快要冒烟了。叶深果断伸手扯住张涛的衣袖，涨红着脸看向对方，艰难地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帮我。张涛一边调整呼吸，一边放慢脚步配合着叶深，还特别贴心地伸出手托着对方的胳膊。尽管自己也很累，体力也快到达极限，但他依旧不惜吝啬地对同伴伸出了援助之手。站在白杨树下的导员和班长看见了这一幕，就在李明波打算教训他们一下的时候，导员白伟果断将人叫住，并看了看手中的计时器，心里默默道：小家伙们加油啊，可千万不要超时啊，如果你们超时了，我可就要惩罚你们了。眼看只剩下不到2分钟，而叶深同张涛还距离终点大半圈，导员拿出扩音器对着磨磨蹭蹭的2人大吼：快点，如果敢超时，所有人就陪你们一起站军姿。此言一出，正在中饲养巴叉休息的学员们立马纷纷站起来，对着叶深还有张涛大声鼓励。最后不知是谁的破锣嗓子吼了一句：我给你跳大腿舞，瞬间逗笑了快要跑晕过去的叶深。也不知从哪儿突然来了一股力量，他猛然拉住张涛的手，加快了速度，在最后1秒安全到达终点。叶深弯腰用手撑在膝盖处，大口喘着粗气，虽然脸蛋涨得通红，一脑门的脏汗，但是心里却无比轻松。他做到了，他真的做到了。导员白伟瞅了眼时间，清了清嗓子，这次表现得不错。接下来大家就回宿舍洗漱，然后去食堂吃早饭。吃完饭后开始我们的第一个训练项目游泳，早饭不要吃的太多，否则下水了腿会抽筋。还有今天是咱们开始系统训练的第1天，大校和训练营的其余领导们都会前来观摩，你们最好给我打起精神来，千万不要丢人，明白了吗？跟在队伍最后面的叶深听闻顾霆锋也会来后，不由得挺了挺瘦弱的身板，下意识的想要在男人面前争口气。叶深以最快的速度洗漱完毕，准备腾出时间去医务室拿支防水创可贴，毕竟腺体处的伤还没有完全愈合。当他急匆匆的走在去往医务室的路上时，导员白伟却突然拿了防水创可贴给他。叶深惊讶：您怎么知道我要去医务室拿这个？我早就注意到你后脖梗处贴着的纱布了，想着一会儿游泳训练就提前给你去拿来了，快去贴上吧，别耽误了时间。叶深感激的捏着创可贴飞速跑进了洗漱间，趁着洗漱间里没有别人，叶深放心大胆的揭掉了腺体处的纱布，拿着2面镜子调整着姿势去瞅后颈处的伤。结果这一看不要紧，他竟然发现自己腺体处的伤口是2排牙印。可顾霆锋不是说被剐蹭到了吗？那怎么可能是牙印呢？难道自己被李明波标记了？不对，虽然那个时候他已经被李明波的外激素影响到神志不清，但依旧跳窗逃了出来。后面待清醒时人已经在顾霆锋怀里了，所以说是顾霆锋标记了自己。不对啊，如果被标记了，那他怎么会感觉不到顾霆锋的外激素呢？叶深举着镜子愣在洗漱间内，像被点了穴一样一动不动。就这样过了许久，久到外面传来了张涛寻找自己的呼唤声时，他才回过神来。叶深匆忙将创可贴贴在伤口上，又拿镜子照了照，确定那2排牙印被完美的遮挡起来后，才离开了洗漱间。哎呦，你跑哪儿去了呀？大家都在操场上集合好了，就等你了。不好意思，我刚才蹲了个坑，时间有点久了。叶深佯装痛苦的捂住肚子，再次成功的骗到了张涛。2人飞快回到操场上，导员见所有学员都到齐了后，便带领着大家前往游泳馆。一路上，所有人都抱着忐忑而紧张又兴奋的心情，直到巨大的白色建筑物出现在眼前时，众人立马发出了唏嘘声。单从外观看，这游泳馆实在是太过庞大，就是不知里面的设施会高级成什么样，但对比食堂来看，应该只会更豪华。大家看到了吗？这里就是咱们以后将要进行游泳训练的地方，以后但凡是有这个训练项目，你们就自觉的来这里集合，听明白了吗？一进游泳馆内，众学员再次发出惊叹声。眼前的场馆十分巨大，天顶呈拱形，拱顶下方是4面池水，分深水、浅水、潜泳、跳水区，附带双臭氧循环系统，还配有排水池、座椅、出发台等。洗澡区域内甚至还配了桑拿房，简直应有尽有。导员拿着扩音器给众位学员一一介绍，随后将人领到了更衣室门前，开始分发统一的鲨鱼泳装。这些泳装采用了最新科技，在水下可以保持一定时间的恒温，你们可要好好爱惜啊！来，2个人帮我发一下，上面都有名字，可别发错了呀。导员将崭新的泳装交给了2名学员，自己则是拿着扩音器又重复了一遍下水后的注意事项。待所有学员都领到了泳装后，他指了指身后更衣室的大门道：去吧，15分钟的换衣服时间，都快点啊，不许嬉戏打闹。学员们兴奋的鱼贯进入更衣室，叶深走在最后一个。当他进入室内后，一眼就看到了一具已经裸露了上半身的食肉类半兽人，对方古铜色的肌肤下覆盖着一层薄薄的肌肉，虽然还没有很结实，但也初具雏形，看得叶深格外尴尬。他慌忙找了个角落中的更衣柜将自己藏起来，结果张涛又凑了过来，还一边脱衣服一边拿眼睛瞅着叶深。叶深感受到了2股炽热的视线一直盯在自己身上，却不敢回头，实在是这群食肉类太大眼睛了。他一个还没有结婚的食草类，却要看这群野兽的裸体，简直太难为情了。那啥，你能不能别看我了？你看着我难受。张涛赶忙收回了唐突的眼神，却还是止不住的用眼角余光去瞄叶深。实在是叶深的皮肤太白了，白的就像一朵盛放的白玫瑰，让人想不看都难了。好在他们穿的是连体式泳装，如果是分体式，他都能想象到一会儿叶深离开更衣室时，那群野兽会发出怎样的惊叹声，又会带着怎样下流的
眼神盯在叶深身上。张涛一想到那群人会对着叶深的身体流口水，他就恶心的头皮发麻，并且在心里暗暗发誓，待会游泳时一定要好好保护叶深。更衣室外，导员见所有学员都换好衣服集合齐了后，便将人带到了深水池旁，将学员们分好5人1组的小队，就开始热身比赛了。导员手中持枪，信号枪发出嘹亮的声音，10道矫健的身影在空气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纷纷入水。众学员们顿时扯开嗓子呐喊助威，激动的喊叫声几乎震破游泳馆内的天地。正当所有人都专注于热身比赛时，大校顾霆锋和众位领导突然走近。顾霆锋双手插兜，跟随在领导身后悄悄来到泳池旁。他一眼就看见了水里的叶深，小绵羊就像条舒展的美人鱼，每一次挥臂都带起一朵漂亮的水花。白皙的肌肤在湛蓝的海水中像是一颗晶莹剔透的珍珠，瘦弱的胸脯还有纤长的双臂配合着修长的双腿，轻轻松松便破开水面向前滑去。那纤薄的小身板里似乎蕴含着惊人的力量，短短半个回合便将其余9名学员远远甩开。顾霆锋歪头静静欣赏着小绵羊冲在第1名，眼底是不加掩饰的惊艳，就连他自己都未发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的眼神会穿透人群，精准地落在对方身上，又是从什么时候起，他逐渐发现对方身上的诸多优点。突然一声尖叫打断了顾霆锋的思绪，抽筋了，有人抽筋了！导员儿，叶深同学抽筋了！导员白伟丢下手中的扩音器，脱掉鞋子准备跳下去救人，谁知身后突然传来扑通一声，回头望去，顾霆锋已经像条鱼一样迅速扎进水底。水底，顾霆锋正紧紧抱着小腿抽筋的叶深，他一手搂着小绵羊腋下，一手托着对方的盆骨，将人紧紧护在怀中，就像护着无比宝贵的珍宝那般，带着叶深顺利从水底浮出。